了！老郑，来人啊！快！你快叫医生啊！我叫了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停住，老郑，好，停住！快，救车来了！哇，这里！医生，我大人工地被砸伤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！只有你能救活他，我眼睛有痛。你先起来，我们先抢救。嫂子，快回家准备钱，抢救吧！是什么？就要中考，我不要考，有鬼！我要他，不行，要这钱，多少？我答应你，是什么叫全体住？你要我什么事？你让我的家庭怎么活呀？是什么？让开，江天，这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堂姐江你怎么还没来？你俩可是镇上最有希望上重点高中的人选。老师，我一天都没有看到我姐了，咱们快走吧，也不能耽误其他同学的时间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不行，我要亲自去问问江妮的想法。吃了不放火，赶紧吃。读书，赶紧读书，赶紧读书。二婶，我求求你，读书是我唯一的梦想，你就让我去中考吧。二婶，奶奶，二叔，一个女孩子家考什么高中啊？能考啥用啊？就是，将来还不是有家人的培训货？我娘要是没有工作，咱们家只能够小他一个人。江妮，在家吗？时间马上来不及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江妮，参加中考是你改变你命运的唯一希望。江妮，在家吗？时间马上来不及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江妮，老师，我真没骗你，江妮说她不考试了，要省钱给父母准备家用。江妮，参加中考是你改变你命运的唯一希望，你能冲刺全国的奥数冠军。江妮，不能放弃你自己的梦想啊！江妮，江妮，什么冠军啊？他真的不在家，同学们都要等不及了。哎呀，老实点。老师，我家小狗小猫平时都这样叫的，我都听习惯了。我们赶紧走吧，真的要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要进去看看。你谁呀？你外人，你掺和什么？我是他班主任，这次中考他必须参加。啊，班主任啊，江宁他二叔啊，身体不好，家里处处要花钱，现在只能勉强供小天一个人读书了。为什么？你们花着我爸妈的血汗钱，天天给我堂弟大鱼大肉补营养，还送他上补习班，甚至连我在前排的练习册你都要抢给他用。奶奶，我也是你孙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站着撒尿的，他是江家的唯一的香火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早就男女平等了，你们凭什么剥夺他接受教育的权利？什么接受教育啊？他一培训后是咱家外人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江在医院快不行了，你们快去看看他吧，接他最后一面吧。爸爸，干什么？
妈，你今天不是中考吗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？你别光顾着哭啊！你快跟妈妈说呀！妈妈，我不读书了。你爸爸死前还惦记你今年中考，你却告诉我你不读书了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？爸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爸，你起来呀！你说过你要带我去读高中、读大学的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没有爸爸了，女儿，妈妈对不起，你还没告诉妈妈呢，你怎么没去中考？是不是你二婶？没错。刘奶奶，你太过分了！女娃娃迟早都是别人家的，读什么书啊？有口饭吃，饿不死就行了呗。赶快回去嫁人，趁年轻还有个好价钱，好给我们小田赚学费。刘金兰，你太过分了！谁叫你肚子不成器，生的是女娃？你好狠心的，就因为我们江宁是女孩子吗？你赶紧把抚恤金给我拿出来，还给我们小田赚学费，以后的养老还靠我们家小天呢。你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呀！妄想！虽三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女儿读书，不让江宁读书。就算我们把抚恤金捐了，也绝对不会给你们。好啊，好啊！大哥可是在爹坟前发过誓的，还要照顾妈，还要供小田读书呢。二叔，我爸的抚恤金是不可能给你的。不给也行。那你爹的骨灰就送上去江家一步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全家都吸着我爸妈的血，到现在甚至妄想拿走我爸的抚恤金，简直猪狗不如！小田读书还得靠这两个废物，拿到抚恤金再找他们算账。干嘛呢？跑什么呀？完全正确，这可是竞赛题呀！楚老师，我记得没错，这道题已经在这儿大半年了吧？差不多吧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学生。校长，今天是楚河的课，快把数学作业给我抄一下。快点，数学作业没有谁写完，给我抄一下。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写作业，今天我在黑板上出一道题，你们谁要是做出来了，这个学期的作业全免了。真的？楚老师整我们呢，我连符号都看不懂。楚老师，读中专就是混个学历，你出这题，全中专都没人看得懂，你玩我们呢？学无贵贱，中专生也是学生，岂能妄自菲薄，自甘堕落？大
打肿脸充胖子。你要真能做得出来，还至于上中专吗？一个中考落榜生会做，谁信啊？你父母那么穷酸，还要供你读书，快纳凉，快待着去，别给你妈丢人了。我的课堂从来不以学历贵贱论学生，只要想学的，都可以上来一试。字儿我都认得，怎么连起来我就看不懂了呢？他要真有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来念中专？你们看，明明都到最后一步了，却迟迟写不出答案，露馅了吧？明明是学渣，装什么学霸？老师，这道题我做不出来。快下来吧，哗众取宠。这道题没有第5公社的公理地位。老师，题出错了。老师，题出错了。江妮，承认自己失败不丢人，做不出来就承认，还敢说楚老师写错了，真是可笑。抱歉，是我最后一个条件写错了。你继续。真的写错了？不可能！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我是不信他真的能写出来。他真的写出来了。学过？没有。没学过竟然能解出这么难的题，真是天赋异禀啊！那道悬赏题也是你解出来的？嗯。你真聪明，竟然能解出去年欧几米德全球竞赛的压轴题。我认为你值得这张邀请函。这就是解出题的奖章。欧几米德全球数学竞赛，前30名奖金1万，前10名10万。有了这钱，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真的写出来了，这可是压轴题。这人真有实力，早知道之前就不骂他了，以后写作业还得靠他呢。你知道鸡蛋和排骨汤，你多少喝点，这老师好得很呐。我又不喝这些，拿走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种高端赛事，居然也能混进来一个学渣。有这个学渣垫底儿，那我的孩子成绩不就更高了？这比赛呀是需要邀请函的，他一个中专生也能来比赛。这上门心。这学渣也不嫌丢人，还有闲钱参加比赛，我都要问周香莲那个老东西多要点钱，免得浪费在废物身上。妈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晦气，小心把晦气传给了我。都说了，我有车可以载你来，非得自己走过来，我这要考半天呢。快吃吧。啊，老师，哎，还在那呢。开始考试。出来了，来，考得怎么样？你大伯阿姨抚恤金，你不是喜欢这个那个球鞋吗？让他们给你买。你咒谁呢？前10不说，
前30稳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想跟我儿子一起竞争，你给我滚远点！二婶，我没想跟江天争，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赚点奖金，帮妈妈分担一下。二婶，我肚子疼，你先让我去上厕所吧。还想赚奖金？你痴心妄想！老娘倒是听说学长喜欢搞男女关系，这肚子疼，说不定是怀的谁的种吧？二婶，你别乱说话好吗？哎妈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回去再叫你。说的对啊，手术是转正。是啊，就这样的你倒是我好好学习。你早听又没有男女关系吧？对，我就说他是这样的人。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哎，关系没想到。哎呀。动作大力点！两个扫把星，妈的病还没好，小天出去玩需要钱，早点把啤酒拿出来不就行了？你他妈的怎么做的事儿？连只鸡都喂不好，你也就配读个中专了。小天儿，你哎呀，光宗耀祖，光宗耀祖，光宗耀祖啊！难道比赛成绩下来了？刚才街上来电话了，我们江家村出了个天才，在什么数学竞赛考进了前10，这可是全世界70多个国家10几万人的比赛。街上还说重中有奖。小姨，妈记着你也去参加了这个比赛是吧？嗯，我在学校让老师估过分，很有可能会进入前10。我呸！这个比赛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数学天才才能参加的，先别说都是名校出身，一个女的能有男的脑袋灵活吗？再说了，中专老师就一群酒囊饭袋，读个真专，把老子给读秀了。二婶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就因为我是一个女生，是一个中专生，就不配学数学，不配得奖了吗？哎，你个死妹子！你看看你们学校，全是学渣，有几个好好读书的？谁不是读着读着就把肚子给读大了？你看看你这个狐媚相，不知道打了几10胎了。他说你是江宁的长辈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呢？从小到大，我的成绩都比江天好，奖状也比他的多。可你们总是把我的荣誉当作引火棍，只把他的奖状裱起来挂在墙上。你不要忘了，要不是你把我锁在屋子里不让我参加中考，我怎么可能只考一个中专？哎，你放了天了，还敢跟我瞪眼？妈，别理他们。所有的学渣都曾幻想过自己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只不过是白日梦罢了。村长，快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好让我这得了癔症的学渣堂姐死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心。这事刚要说，我手机没电了。不过镇长说好像是一名高中生。想来想去啊，我们村只有你们家有高中生。不过这么重要的事啊，镇长肯定会派人下来。你们呐，就等着接受表扬吧。高中生，果然是我，我还以为只能进个前30呢，没想到还是我估分估低了。爸妈，这下咱们有10万了。高中生，中专也算高中生吧？就凭他也配？你是不是读中专读出幻觉来了？还不如现在找个人嫁了呢。江二哥，刘二婶儿，江宁要嫁人，要不要看看我儿子呀？我们家能出12万彩礼呢。12万，行，赶紧拉回股本。他说，我们江宁才18岁，刘家的儿子都已经30多了，你们不能这么做呀！我不同意。妈，老婆，娶老婆。我不要嫁给他，我不。弟妹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我
我是人不是畜生，你凭什么决定我的婚嫁？再说了，谁考你前世还没确定，你为什么认为不是我？我这不是为了照顾你的颜面，才说是高中生吗？一个中专，拿什么和重点高中的江天比？你嫁了人，给你堂弟赚点学费，也是你这个当姐姐应该做的嘛。不是的，我不认，我不要嫁给他，我不要嫁给他，我不，弟妹。就算江你没考过小天儿，但是他也是你的侄儿啊。让他读中专已经就够可恩了，他可好，有洁身自好，还是能见前十。那个丫头片子，能考过个大报的，是个扫把星，给我放开！吵什么吵？弟妹，你现在让她嫁人，她的前途就毁了呀！我求求你，看在孙山的本上，你放过我女儿吧。妈，你替我求求弟妹吧。江宁一出生就克死了老头子，现在又克死了我儿子。你丈夫刘家要他呀，那就不错了。小天儿是江家唯一的香火，彩礼和抚恤金是供他上学和娶媳妇儿用的。你男人身为长子，可是在老爷子坟前发过誓，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。难道你想反悔？我去！妈，妈妈，你若让江你执意嫁人，我就替孙山决定与你们江家断绝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江你去把你爸的抚恤金拿出来。妈，那是给你治身体和眼睛用的，不能动。去呀！我哪怕眼睛瞎了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毁了你的一辈子。你干嘛？二婶，我求你走开吧，好疼啊！谁让你把鸡翅打翻的？让我讲话，还跟我儿子抢荣誉。妈，周香莲为这个扫把星替大公们断绝关系，说不定他早就在外面养野狼了呢，可不能让他得逞。江家家法，凡是有后辈提出分家，为大逆不道，明照法务持。周香莲，你可知错？不知。你可知错？不知。我儿子一死，你们就要分家，可怜我儿子尸骨未寒呢。今天我就替你谋划，你给我爬到江虽山的牌位前，杖罚伺候。妈，你膝盖本来就有伤，你快起来，别让自己受伤了。妈，你年龄大了，回屋歇着吧。大哥死了以后，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，就让我来教训这个小婊子。医生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我们的处境了是吗？第一仗，打你个目无尊长，妄图分家。妈！这第二仗，打你个恩将仇报、罔顾父母养育之恩。
这第3仗打你教女无方，竟然跟家中男士攀比。二叔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们非打即骂。自从你生病不能工作，是我爸爸妈妈一手撑起这个家。怕你们多想，他对江天甚至比对我还要好。你们现在对我们这么欺负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你敢不敢跟我赌？如果我是前10，你们就免去我妈这50杖责罚。就凭你？那如果不是呢？如果不是，我将受下我妈这剩下的47杖。听你的话，家人。江宁，妈知道你是为妈好，但是你不能打上一辈子的，你就让妈挨剩下的账吧。咱把钱给她，你不能做傻事啊！喂，什么？100年一遇的天才，县长还要来？快通知镇上好好接待。镇长和县长要来我们这找个什么数学天才？快点备车去江家湾。如果不是，我愿替我妈受剩下的47杖。听你的话，嫁人。不要我女儿，咱们不争什么竞赛前10了，咱们把抚恤金给他们，我们走还不行吗？老爹爷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呢？好，如果没有进前10，不但要你嫁人，而且让你净身出户，把赚的钱全部掏出来。村长，村长，镇上来人了，不只是镇上，县长、镇长全都要来了。说咱们村出了个天才，还是100年不遇的数学天才呀！什么人来了？在哪儿？村长、镇长他们在来的路上。我刚从镇上回来，这个天才还考了全球什么数学竞赛前10，镇长他们还特意准备了丰厚的奖金，少说也得有10万呢。10万，奖励10万，天佑我小天啊！你可曾听说是谁考进了前10？这我倒不知道，我去打听一下。那肯定是我们家小天啊！我小天可是做出了连重点高中的老师都做不出的难题呀！村长，赌约你可是听见了啊！铁钱货，你输了！走开你！妈，我没有输，凭什么认为是江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头顶的天，你是地上的泥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超过我的儿子。唐二叔，这连名字还没出来呢，你就不能再等一会儿吗？不是小天儿，难道是这个废物学渣吗？小天儿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免得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妈，你不要我讲，不要你们就看在我这么多年够小天儿的份上，放过我们家江泥吧。呸！小天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养他是你的本分。镇上的人来了吗？江宁同学，根据内部消息，你进入了欧几米的竞赛前10名，还是能加入决赛的唯一一个中专生。我当初没有看错，你的数学天赋远在我之上啊！孙老师，老师，中专的，真的是我们家江宁。春生，你看到了吗？真的是我们家江宁。啊，这是学校给你的5万奖金，
希望在决赛还能继续保持，为学校争光。前10，我看他倒数第10都难。他一个废物学渣能学好数学，做梦去吧！小天，你还给我！我跟老师估过分值，我肯定能进前10。呸！中专老师教出来的一个废物学渣，我儿子可是重点高中的，老师说他一定能够挺进决赛。也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吃了蛤蟆屎蜈蚣料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傻子妈，把人带走，钱赶快给我送过来。带走，钱拿过来。不要放开我！放开！太敷衍。蒋妮同学天赋异禀，勤奋好学，就算是中专生，哪条法律规定中专生不能学数学，不能进入决赛？收起你们那可怜的成见，蒋妮同学将会成为我们镇的历史。他是你们中专的历史吗？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？原来啊，你是江宁的情夫啊！村长，你看，这是我在中专的朋友发的。我说江宁一个学渣怎么可能会有邀请函？原来是你这个情夫！哎呀，这人好破鞋呀！你胡说，那明明是楚老师在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有什么题不能白天做？罗婶儿，你不地道啊！江宁一个二手货，根本不值12万。依我看呐，2万不能再多了。撒谎说自己进了决赛，原来是和老师偷情去了。我们江家的清誉何在？我的脸面何在？你个死妮子！过来！你个贱人！难怪一定要读中专呐！原来是跟这个老师偷情去了。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的脸都丢尽了。我没有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此等不清不白的人，简直就是我们村的污点。将翠国刘进来。今天江家，你们做主，赶紧让他滚出我们村。你这个破鞋，你还敢狡辩？我们江家没有你这个孽种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这个孽种，你这个孽种！妈，你们误会了。竞赛，我女儿有些知识不懂，这才请上楚老师为她补习。我女儿苦读到深夜，怎么在你们这些人眼里就成了偷情了？是不是天下只要老师教学生，都会被你们污蔑？这位同学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当初柳慧辉先孕嫁给我大哥，我一直怀疑她不是我们江家的种。如今你看，有其母必有其女呀！你们两个死贱人！小天，把他东西拿出来给我烧了，把这两个婊子赶出家门，别败了我们张家的风水。住手！江宁的成绩绝不掺假，你们这是要毁了他呀！我们江家的事儿不用你管，除非你真的是情夫，不然你慌什么？不要住手！住手啊！这都是我爸的遗物。今天河水不往外请人，你的学费都是我爸妈一分一分攒起来的。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？那又怎样？我马上就会有花不完的奖金，等进了决赛，我还有享不尽的荣誉。谁稀罕你们的那点臭钱？不要！这些都是江宁的精神支柱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毁了我的学生啊！还说你们没有一腿啊！你碎了我吃力，我连钱都没有收，你们现在跟我演戏啊？还抢劫！你抢劫！抢劫！楚老师，不要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们？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你敢欺负我们的数学天才！谁敢欺负我们的数学天才？镇长，谁在欺负我们县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？不可能！
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过是一个决赛而已，我动动手指就能得到。你们可不要忘了，这个贱人赌的可是前10。我们全省才只有2个人进入决赛，江妮同学是我们县，甚至我们国唯一一个进入前10的参赛选手。我竟不知道你们竟然这样对待一个为国争光的栋梁之才。怎么可能？南下中专一个要资源没资源，要老师没老师的，他怎么可能能进前10？虽是，你听见了吗？咱女儿没骗人，咱们女儿才是真正的前10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的！我就知道，你一定行。不可能，前10是我儿子江天的，你们骗人！江天，盛华高中江天，盛华高中江天连决赛都没进，更别提进前10了。什么？大家看清楚了，学生从来不分高低贵贱，就算是中专生，也是有尊严、有能力的。江妮，我们南下中专以你为荣，整个省都以你为荣。村长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往下定论，还跟我二婶刘金兰同流合污，逼我嫁人，毁我清白。现在真相大白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什么？还有这样的事？混账东西！我们县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还这般羞辱我们县的天才！我看这个村长你也不用当了，趁早换人。村长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可这一切都是刘金兰这个毒妇，是她怂恿我的。你先是把我关在家中，失去中考资格，如今又因为一个考试散播谣言，将我妈凌辱至此。为了一点抚恤金，让我妈膝盖背部伤痕累累，欠我们的，你拿什么还？你难道要对长辈动手不成？自古父死从子，你个赔钱货，全家孝敬我儿子，有什么错？别说抚恤金，就算你前10奖金，你应该拿出来孝敬我和我儿子。你一个女子，有什么资格多说？我说过，如果我进入比赛前10，我妈将免去这棍责，与你们分家，钱1分也别想拿到。现在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，难道你还想反悔吗？慢着！我一个重点高中的尖子生，我们老师估算过，肯定能进决赛，怎么可能才排在第31名？一定是你这个贱人作弊，抢占了我的名额！我要申请查卷。对呀，领导，如果他一个学渣能考过重点高中和全国那么多名校的学子，那南下中专还叫什么中专？干脆改名叫清北算了。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没敢随便的否定江天呢。领导，我儿子说的对，你们改卷改错了，我要求查卷，要还我儿子一个公道。朽木不可雕也，欧几米德可是全球竞赛，监考阅卷那么严格，怎么可能阅卷出错？承认自己技不如人，就这么难吗？喂，好，知道了。领导，不止这里人不服，自从放榜以来，欧几米德主办方收到参赛人员的举报，要求查卷，光是我们的电话都已经被打爆了。他们不相信一个中专生能考得这么好。什么？如果不给一个说法的话，可能会影响我们做事的公平性。要不，江妮，我知道查卷需要本人同意，你不会不敢吧？对呀，从江天一开始提出质疑开始，我就瞧你脸色不对，不会是被说中了，真的跟阅卷老师有一腿，故意给你打的高分吧？家长不像家长，一个村长不像村长，你们这是在拿一个女孩的名誉和清白开玩笑。你们身为江妮的长辈，不帮扶也就算了，
反而处处吸他的血。你们这是要毁了江宁，毁了祖国的未来啊！你懂什么？我这是不敢大意。我们江家村虽然穷，读书的人少，可我们有志气。我绝不可能让这样的败类毁了我们村的清誉。县长，我早就怀疑，这一介女流，怎么可能学好数学？江宁同学，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不公平，可是现在举报的人太多了，其中不乏国外的同学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同意查卷，私人答应你一件事。这么久都不答应查卷，果然有猫腻。只要他因作弊取消参赛资格，我就能顺延而上。你要是现在乖乖的跪在地上挨着50棍子，承认自己作弊，承认自己和父母一样，不管怎么挣扎都是底层的废物，我就考虑让你继续留在这个家，跟鸡仔睡一窝。欺人太甚！查卷，有何不敢？只是县长叔叔，查卷之前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这些年，我和父母一直被刘金兰压榨，甚至为了给他儿子上学，断送我的前程，还惦记着我爸的抚恤金。今天我妈膝盖严重受损，再加上常年用眼过度，再不拿钱就医，可能就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，成为一个瞎子了。我本来想先送妈妈去医院，没想到他们欺人太甚。县长叔叔，如果阅卷没有出错，我要您做证人，先送我妈妈去医院。从此，我们和刘金兰将穗国一家恩断义绝，彻底分家。刘金兰今后不得再来辱骂我们。你这个白眼狼！你就少说2句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江宁，我希望你们摆清自己的地位。我是天之骄子，你就是地上的烂泥。Они входят в десятку лучших, такие молодые. Ну входят и входят. Не на чем смеяться. 就是这样，你们看，这个监考老师在江宁桌边站了这么久，还跟江宁眉来眼去的，肯定是在传递答案。不是我。Как ты задолбал лгать? Да и ты к тому же. Восстанови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. 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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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竞赛呀，讲究公平公正，立刻把监考员给我找来。Мы в России любим салат и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, но с этим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ни капли. 知道江宁吗？啊，知道。江宁，你果然和监考老师有一腿，肯定是你勾引了他，好让他在考场之上替你作弊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可能帮我作弊？哦，马主任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在监考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他题写的特别好，我就多看了2眼。我怎么可能帮他作弊呢？马主任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我只是站一边看，我跟他连眼神交流都没有啊！你撒谎，你肯定跟江宁有一腿。中专不可能学习偏微分代数，他一个中专生怎么可能解得出那种题？肯定是你收了这个小贱人的什么好处，故意把分给他打高了。江天，造谣是犯法的。我造谣？你问这些人，有几个人相信一个学渣能解出大学生都解不出来的题目？更何况，还是一个代数都没有学过的女人。下贱胚子，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觉，还敢跟我儿子吼！你看我混蛋Товарищ Ма, мы незачем тут стоять. И незачем идти куда-то. Может, вы педик? 不就是查阅卷子吗？尽管去查。如果我没有作弊，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道歉，给我们所有中专生道歉。Ты обязана поступить в это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. Если ты не поступишь, ну как так? Это 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. Тебе придется сосать мне под столом, блядь, целыми днями. Ты должна поступить. Пойми это. Прямо сюда. 决赛名额和奖金马上就是我的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下贱的学渣是如何骗老师打高分的。我猜他连高等代数都不会做。什么？
Там 180 баллов. Как она смогла набрать? Теперь она выше него. Я слышала, что если она будет лучше него, то он останется в бедности на всю жизнь.江天同学，你口口声声说有人故意给了高分，我看着倒是有些地方打了低分，比如这一处，需要用偏微分解出来的题目，蒋妮同学因为时间问题还没来得及学习偏微分，这才用了各种代数推导，不至于这么低吧？ Что? Как так? Это 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. В бедности я ее никогда не оставлю. Она будет мне сосать.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.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, ребята. Мы в России обожаем розовые члены. Ну как так?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остаться на эту хуйню. Только не ради нас, блядь. 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知道他是怎么作弊的了。你们看，第30名楚河也是南下中专的，他还是江宁的老师，肯定是他给江宁传递了答案。 要不然江妮不可能考这么高。马主任，监考过程中江妮出去了一次，只要能证明这个时间段楚河也出去了，那么就能证明我说的是对的。一个中专生不可能赢得了我们这么多名校学生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小天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从小到大有好吃好喝的都优先着你，你为什么非要抓着你姐不放啊？他不配做我姐，我在高中苦心学习2年。 怎么可能会输给他一个学渣？这决赛是顺延制，只要有人成绩被取消或者无法到达现场比赛，那么就会顺延下去。要不是他作弊，我怎么可能进不了决赛？等我拿到了奖金，谁还稀罕你们那点臭钱？够了，江天！从小我的成绩就比你好，中考时你怂恿你爸妈把我关在柴房，现在你觉得我这个学渣成绩比你好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 江天，承认我比你优秀就这么难吗？你赔钱货！还没分家就跟你弟弟大呼小叫，要回家了还得了？卷子没了，把长沙证给留给你弟弟，滚回去！贱卖给了个傻子，2万，也算是给这个家最好的贡献。刘金兰，卷子也查了，监控也查了。 大家都看见了，江妮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呢。查到了，楚河和江妮就是一前一后走出考场上的厕所，而且还是去的同一层厕所。我们那天都喝了学校的隔夜豆浆，全校人都拉肚子了。不信你可以去问学校。你们那个垃圾学校为了一点名誉，肯定会庇护你。毕竟你们那个垃圾学校出来一个天才，不容易啊。 是什么样的巧合能让你们一前一后先后去3楼？而且楚河明明在3楼，为什么非要去2楼？你不要告诉我这些都是巧合。那是因为3楼的男厕满了，不信你可以问工作人员。马主任，负责楚河的监考的工作人员已经离职出国去度假了，现在有时差，可能联系不到。是。 出国，我看他是收了江妮2人的贿赂，这才心虚逃跑的。马主任，我手机里有他们师徒2人偷情的照片，他们师徒2人狼狈为奸，我要求立刻取消掉江妮的成绩，永世不能参加任何竞赛，以正学风。永久竞赛，以正学风；永久竞赛，以正学风；永久竞赛，以正学风。我女儿。 从小读书10几年，老师们无人不夸，从未做过弊。马主任、镇长，求你们一定要查明真相啊！各位领导，我愿用我教师生涯发誓，江妮绝非作弊之人，千万不要因为片面的理由冤枉一个无辜的孩子。江妮，你知不知道你作弊抢来的机会，让多少学子的努力功亏一篑？ 你抢我儿子的机会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老寡妇，你今天要是帮他的话，我撵你1块重。妈，我没有作弊，就算我跟楚老师是前后进的厕所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交集，根本连面都碰不上，根本没有机会交换答案啊！死丫头，你还整！
就那时候，就因为监控就认定江泥作弊，这未免也太潦草了吧？你给我滚开！我跟这贱蹄子有赌在先，他篡夺分家，抢夺儿子的名额和奖金，领导都没发话，你这个正装老师跳出来当小丑，难不成你和他真有一腿？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对师徒的照片发到网上，让你们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小天，不要啊！你这样是逼死你姐姐呀！江泥，你快告诉大家，你是清白的。Я заслуженный работни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. Вы никто. Вы просто рухлядь. А вы должны удалить их. Навсегда. 县长叔叔，马主任，我没有作弊，我到底说什么你们才能相信我？你还有什么脸让别人相信你？丢脸都丢到国外去了，新仇旧恨一起报，看我打死！我没有。都是我给你豆浆出了问题。马主任，我知道你们那还有备用券，我求你再给江泥一次机会吧。给过他多少时间了，还想用备用券？我们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？我让你真的，我让你抢我儿子的东西。作弊乃是读书人的大忌。我本以为你信誓旦旦的是学有所成，没想到你是当妈的和做老师的，还给了他有恃无恐的勇气。这样包庇他只会害了你。翠山老婆，你还是让开吧。江泥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白白的浪费了你那么多钱。依我看，你给你妈和你妹认个错，把江泥嫁了，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啊？江泥，你告诉妈，你有没有作弊？我没有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就算妈死了，也能给你证明清白。马主任，镇长，求求你们再给我女儿一次机会吧。我女儿读10几年书，从来都被老师夸赞，一直没有做过弊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再给她一次证明的机会吧。你嫌还不够丢人吗？就算给她10次机会，龙是龙，虫是虫，真就翻不了身。光跪着有什么用？你挨着给每一个参赛的成员磕头，看看他们肯不肯原谅你。妈，你起来。小喜，只要他们能给你机会，妈喝。妈，你说过人穷志不穷，考试我不要了，我不考了。妈，你别考了，妈，你闭嘴呀！你想让你爸爸的努力白费吗？江泥，人不蒸馒头真口气，别人把我们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。妈，各位，顶等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江泥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，我恳求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真的作弊，我辞去教师这份工作，永远不当教师。楚老师。Я думаю, стоит дать им шанс. Он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списывали. Так будет лучше для всех. 对呀，这母亲都为女儿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就让他们试一下吧，这样也能让我们心服口服。马主任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最后相信你们一次。丢人都丢这么多次了，还不死心，我真是佩服你的厚脸皮。小妮，你爸说过穷且益坚，不罪青云之志。妈妈相信你，就算你不会做，也要证明给他们你没有作弊，但不能丢你爸爸的脸啊！
大家看好蜜蜂的试卷。这可是比政治卷还难的备用，它能做的一道题是陕西，想做完备用卷，痴心妄想。大嫂，我都要谢谢你啊！你非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证明建总不如我儿子。那抚恤金和奖金我就先收了。虽然本来女学生学数学就困难，就算小妮聪明，可真的比得过重点高中的江天吗？如果小妮真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快点做题，你只有2个小时。本来这临时加班就不爽，你又这么浪费时间。Ha! He writing on the left hand. He giving up and starting to break. 哎，你又不是左撇子，你这是糊弄谁呢？小妮，还好，只是低血糖晕过去了，赶紧送医院。不行，还有10分钟，我不能让我女儿的努力功亏一篑。胡闹！10分钟能做什么题啊？人命关天！他肯定是死到临头故意装晕，为了防止他以后又说自己10分钟能做完备用卷，我现在就让他清醒清醒。小天，我看我这可是开水呀！那正好让他更清醒一下。你拦着我，莫不是知道他做不出来，故意在拖延时间？住手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快请沈老来。Did Jenny do that so badly? She's falling. 专家老师肯定是从未见过如此烂的答卷，所以找人商量如何处置这个作弊的贱人。沈老德高望重，数学界的泰斗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严厉。他来了，就是这个贱人的死期。卷子，我的卷子呢？妈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卷子，周香莲，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女儿，江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让撞墙上去了。还有你的死贱蹄子，如今作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专家都看不下去你那破卷子。当初可是说好了，你输了，把抚恤金交出来，滚出去嫁人。不可能，备用卷虽然有点难度，但是我每一题都答出来了。我要去问专家。又是专家，又是备用卷的，你现在还要去骚扰专家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我今天要替你爸爸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让我们给你道歉？现在是你在作弊，赶紧给大家道歉！道歉！回出去！回出去！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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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越道歉！为何这几分钟你们都等不得？关你个屁事！江离，你今天气走了专家，还害得我的儿子差点无缘决赛，还想吞他的奖金，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，给老子跪下！给我儿子道歉！我没有作弊，专家还没有给出成绩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不见黄河心不死，等专家回来揭穿你，你不仅要跪下道歉，我还要揭发你的作弊行为，到时候你连书都没得读喽。小妮啊，你道歉吧，
妈知道你从小学习成绩好，心气儿高，可这是全国高中生乃至大学的比赛呀！你就一个中专生，再怎么样也考不过这些男生啊！小妮，妈，我没有作弊，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不会道歉的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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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们大家了！我求求你们大家了！弟们，我替他道歉，我求你们了，钱都给你们，只要不让小妮嫁人，我就是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呀。要你这个老残废当牛做马有什么用？我要求现在立刻取消掉江妮的成绩，换榜写上我的名字。县长，你也看到了，奖金应该是我的才对。而且江妮作弊这件事情，这2天弄得大家心力憔悴，他理应赔偿我们每人1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并且以后不能参加任何竞赛，只有这样才能严厉地打击作弊之风。每人1万。妈，小妮啊，你快道歉吧，哪怕你考不过他们也没关系。哪怕你进不了决赛也没关系，钱还要供你读书呢，哪有钱给他们呢？你就服个软吧，下次你再努努力，肯定能进决赛的，小妮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可是我根本没有作弊。难道我真的非要被逼着承认吗？我要是不承认，他们就不会放过我和妈妈。爸爸，我该怎么做？换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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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开同学，给。我看谁敢把我沈宝珍的关门弟子竞赛！我看谁敢让我沈宝的关门弟子竞赛！沈老，之前一直都在参考文献和国际数学论坛上听说过，没想到现在看见本人了。要是能让沈老辅导我决赛，那进入前3甲指日可待，到时候不仅有100万奖金，还能直接被振华大学录取。沈老，我们想让这个卑贱的学渣竞赛，卷子您也看到了，他的那种水平怎么可能进得了前10？听说您要收关门弟子，您看看我怎么样？混账！他那是做对了沈老的压轴题，所以我们激动万分，所以才专门去请沈老坐镇。压轴？压轴？他们会不会弄错了？他就是个学渣，怎么可能？对，怎么可能嘛？作弊！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先不说压轴题，就说这备用卷，在座的有谁能够做的基本都对？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私欲，差点把一个天才给扼杀在摇篮里。180分，比初赛的成绩还高。Only 200 balls. It's not possible. He has only 150 balls. It were easy. No way. 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女儿她没有作弊，她做的全对。自己看看吧。孙珊呐，你看见了吗？咱们的女儿她没有作弊呀，她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进决赛的。小妮，妈妈错了。
们不该怀疑不起站住！如今沉冤得雪，你们就想这样简单的走了吗？你们以中专生的身份侮辱我，陷害我，就因为我是一个女生，就对我和我父母百般折磨。现在真相大白，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了吗？我是你长辈，难不成我给你下跪不成？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，受害者就为之痛苦一生。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们一家人小打小闹，你用不着上纲上线吧？再说他就算考了前10，他这个奖金还不得孝敬我们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父亲的骨灰还在我们江家。就算你考了第1，你还是姓江，只要你姓江，我们就都是你的长辈。厚颜无耻！县长叔叔，您还记得吗？之前您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能证明我没有作弊，您就当证人，让我们分家。不知道还作不作数？当然作数了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除了省里给的10万，我私人再拿10万奖金。20万！这小贱人有了钱，就更不能分家。哎，小妮，二婶是误会你了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看你来了。闭嘴！我不想听这些。今天你们要是不道歉，我就告你们诽谤，到时候大家都别想好过。我呸！你只是一个划过去的前10，全球那么多国家，决赛人数就有上千人。像你这样的学渣，没有好的老师指导，就算进了决赛也是吊车尾。我劝你不要把话说得太死。你一个女的，以后还是要靠我们江家。大娘，你说呢？这女的嘛，就是路边最廉价的野草，就算让你参赛，你也拿不到名次。大嫂，你不如把钱给我，这样她也不用嫁人，还可以继续读书。你今天早上说的分家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见。谁说江妮拿不到名次了？江妮，你可愿做我的学生，让我们在美国的赛场上拔得头筹，为国争光。欧几米德全球数学竞赛自举办以来，进入决赛的华国人少之又少，能在决赛上夺得好名次的几乎没有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被外国人嘲笑和不耻。我和江妮有幸进入决赛，但是我自身有诸多不足。以沈老的资历和江妮的天赋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在决赛上取得好名次，一鸣惊人。沈老，您多年不带学生，你也不能带他这样的学渣呀！您就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吗？江天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吗？楚老师说过，学无贵贱，是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把我们分成了3、6、9等。数学是属于每一个人的，不是你们重点学校的，更不是你们男人的专属品。它应该属于每一个热爱它的人。说得好，数学不属于一个人，是属于热爱它的人。今天谁不道歉，就是跟我沈某过不去。美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应该听贾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。江天同学，你自己进不了决赛，却在这里千方百计阻挠别人，愿赌服输，这个道歉你必须履行。我们搞数学的，主打就是一个真实，追求真理。这位同学，如果你不道歉，我很怀疑你日后在学数学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品质。对不起。还真是江年这丫头，
还真是，真想不到刘金兰辛辛苦苦培养的儿子，还不如读中专的江妮一天天趾高气扬的，真过瘾。可不是，我既答应给你作证，今天就在这儿看着你们搬完家为止，任何人不得为难。翠珊，你被这个家吸了一辈子血，如今女儿有出息，我们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。江妮，给。慢着，既然要分家，就分个彻底。你们还欠我30万，还钱！你男人的骨灰放在我们家2年，1年5万，2年就是10万。你们母子2人在我家住了10多年，1年1万，差不多也有18万，总共30万。你们这个理由，领导，你管他们分家就算了，你还要管我这房主收房租吗？我这加个公道，你去打听一下，哪个殡仪馆1年不是5、6万？二婶儿，这些年都是我爸妈含辛茹苦挣的血汗钱，你们出过1分钱吗？如今居然说我们欠你们钱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爸，弟妹，死者为大，你就让翠珊安息吧。是你死了男人，又不是我。这房子是我男人的名字，小贱蹄子，你不还钱，我这手这么一划，你爹可就没了。53个数，1。少妮，咱们妈，这些钱是留给你治眼睛的，不能。哦，小妮，妈的眼睛可以不治，那可是你爸，你爸辛苦了一辈子，咱们不能让他死后还不得安息啊，小妮。给，我们给。我居然输了，他一个中专生都比我考得好，为什么？小天，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你就吃点吧。没进入决赛也没关系。妈妈中了30万，以后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要比赛以后参加也不迟嘛。你懂什么？那么多外国人来华国抢占名额，只要我能进入决赛，我就是全国有史以来第2个进入决赛的华人，钱和名誉都是我的，而且我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一个没钱货道歉了，我的面子往哪搁？都怪你！当初为什么让他读书？他不读书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给我滚！滚呐！小天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妈就是获取全部，一定帮你拿到。小贱人，一定让你主动拿出名额的。江宁同学，江宁同学，决赛邀请函下来了。真的？决赛在米国举行，我还有事儿得先去米国一趟，就不同你一起了，自己注意时间。你以后不用来学校了。老师，为什么？恭喜江妮同学进入到决赛，这回啊，可算是让我们中专好好长了一次脸。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备战决赛，争取在决赛拿奖，让那些瞧不起我们中专的人好好看看，我们中专也有天才，中专生也是人，也有人格，有尊严。大象鼻子插大嘴，装蒜。
决赛高手如云，他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人，凭什么拿到好名次？正好我最近也要去米国玩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看什么看？楚老师说你是镇长和主办方都认可的天才。楚老师母亲身体抱恙，已经出国治疗了。不过他说在比赛前几天会联系你，跟你说一些注意事项，让你不用担心。谢谢老师。妈妈这几天眼疾越来越严重，回家也好，能照顾她。虽然呐，咱小妮有出息了，还说决赛攒更多的钱，带我去更好的医院，你可一定要保佑小妮考试顺顺利利的。拿到邀请函，小天就能进入决赛了，那我们江家光宗耀祖，成为人上人。找到了。这可是小妮的心血，你不能拿！你这贱人，上吧去！你给我滚开！我让你分家，这些都是你欠我和小天的。不行，刘金兰，钱是我辛苦给小妮攒的机票钱，而且邀请函只有1张，你不能拿走。不，刘金兰，我要报警。妈，别跟这个残废废话。邀请函又没写名字，只排了考场。只要我们提前去现场报到，那这邀请函就是我们的。江妮一个连英语都不会的废物，让我去是他的福气。他不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他不参加比赛，我就能进入决赛，是他抢走了我的邀请函和名额。到时候，咱们就说这俩废物搬家的时候偷了咱们的东西，咱们属于正常防卫。邀请函抢走了，别怪我，快去追！不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怎么可能放下你不管？快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没事的，妈就磕破了点皮。决赛是你的希望，也是我和你爸的期待。快去啊！妈，你不能让你爸死不瞑目。一旦反锁，只能从外面打。这里可是2米多高，除非他立刻跳下来，否则就算等到开锁了，也来不及。妈，你就等着你的儿子扬名立万吧。强天，你快开门啊！我妈的气口拖不得了，你快开门！你这么狠心啊！你想要请函，我给你就是了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妈呀？混蛋！快开门啊！时间太长，我们必须成名。 妈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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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
虽然咱们不能拖累孩子。妈！什么？快！妈，怎么这么小？快去医院！不行，小妮，你不能放弃你的梦想。妈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要送你去比赛。时间来不及了。坐车，我送你。走，跟着。别找了，小天已经坐上了去米国的最后一班客机，你们追不上了。这是抢劫，信不信我曝光你们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人们只会记得谁是最后的赢家。你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，遇到了会做的题。你要是去米国比赛，你以为你每次都能瞎猫遇到死耗子？周香莲，小天是我们江家唯一的男丁，你不要为了这个赔钱货而得不偿失。刘金兰，我此番没有什么对不起你，你为什么？你错就错在让这个女贱人读书、参加比赛、抢夺江天的名额。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还是小天想的周到，怕你们节外生枝，让我随便找了一个人把你们卖进大山。就算你们被男人玩惯了，自甘堕落，放弃比赛。5000块，真给我？当然，前提是让他永远在真人面前消失。我们已经分家断绝关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我现在就报警！哎，小老婆这么喜欢玩打电话游戏，跟我下来玩。不要看！三哥，你们看什么看？我是他二婶，他偷了我的钱，我带他回去教训教训。啊，行，走吧，人家家事，小孩子手脚不干净，教训下也是应该的。不是的，我跟他没关系，是他在胡说啊！分家又怎么了？你的户口还在江家村，你一辈子都要为江家服务，一辈子都是小天踩在脚底下的你。情人，妈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等我回去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！再也没有人阻止小天成为真正的天才了。住手！住手！楚老师给你发信息，看你没有回，他就知道你出事儿了，让我们赶紧过来看看。老师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你少管闲事。这位家长，他的备用卷子的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而且镇领导已经同意他分家了。再说，他已经是我们学校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你这么做就是在和学校作对，在和领导作对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嘿，你不是说他是个没人要的破鞋吗？怎么还和镇领导有关系啊？这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不关我事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小真专，竟敢班门弄斧，为他出头，又能怎样？小天可是坐上了最后一班去米国的客机，参加比赛了。你们以后就知道了，小天才是真正的第一，
名副其实的天才。什么？难道咱们中专如此时运不济？老师，这里还有一张机票，是 VIP 专机的。VIP 专机要比普通客机中转时间短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江妮，我记得镇领导给了你一些奖金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节俭了，快拿出来。这种机票没有2万可下不来呀！你快把钱拿出来！这是小妮的梦想，也是他爸死前的夙愿。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关我什么事？我们已经分家了，现在钱已经存进银行卡，被小天带出国了。等过了决赛，你们才知道天就是天，你就是你，一个学渣，一辈子只能仰望小天。江天连初赛都没过，你们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们就非要毁了我的一切才甘心吗？你们先是把我锁在柴房不让我中考，现在又把我锁在屋里不让我参加决赛，逼着我妈为了我开门跳墙。你们还是人吗？中专生怎么了？我们只是成绩不好，又不是杀人犯法了。虽然我们对江妮是不怎么样，可她现在是我们中专生的希望，我们绝不允许外人这么欺负我们同学。快把钱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就报警！郑专生大人呐，打我这个老太婆了！郑专生，你们的素质就是这样，你们还不是一辈子不出息，一辈子读不了高中，上不了大学。可以了，钱不在他身上，我们现在要紧的是凑一凑钱。我这里还有一些，不到2万，你们刚刚还同仇敌忾的，一谈到钱，就跟王八一样啊！学渣就是垃圾，就会打嘴巴的废物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妈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哟，周香莲，你这个贱人！没想到你贵王领导会学生，我之前还真没发现你是一个会祈祷的乞丐呀。就你说过，老师对他很好，同学对他也很照顾，但是机会不等人。他爸死之前，竟然放弃治疗，也要供女儿读书。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的前途毁在我的手上。我求求你们，再帮帮江妮吧，求你了。小妮，不要让你爸的心愿和你的梦想功亏一篑啊！我求求你们了，再帮帮求你们，我给你们磕头。万万不可呀！但结妻立忠为女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江妮家长，我不是不给，我是刚才在给老婆申请，他同意我将身上钱都给江妮，还叮嘱我一定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。别多想，我只是担心自己给的太少，怕大家笑话。毕竟我可是中专一哥，不能给的比别人少。这可是我攒了1年的零花钱，本来是想用来买游戏机的，但是现在就当给你投资了。等你拿了奖，可别忘了在记者面前表扬我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VIP 专机提前1小时，只能在线下买票。我们现在去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怎么了？这是1分钟前，最后一张票也卖完了。VIP 购票需要提前1个月。天赐我小天啊！只要小天拿到名次，就会有了用处。江妮，你输了。
一向最坚强嘛，无论我怎么威逼利诱你，都不肯放弃学习，怎么现在要死不活的？闪开！把我的票改签了，让给你吧。把我的票改签了，让给你吧。谢谢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谢谢你，还有王老师、李老师、张东、王兰。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感动成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把出国找妈妈的机会让给你了。你决赛要是敢跟我输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张妮，你别在意，他只是嘴硬，只是想鼓励你一下。对呀，江妮，其实我们都想明白了，之前看不起你，也是看不起堕落的自己。中专怎么了？中专这样可以发光发热。江妮加油！希望你在国际赛道上好好打一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。别！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，滴水之恩，定当涌泉相报。江妮在此谢过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江妮一定不辱使命。小天，千万不要被追上，我们江家的希望全都在你身上了。江妮妈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快送医院！江妮，你以后不再是一个人了。第一考场亚洲，我记得第一考场都是些逆天的欧洲人，好像只有一个法国人，据说是个女人。那个女生是靠蒙，她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学渣，让她参加竞赛简直是对数学的侮辱，所以她主动退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一个法国人，一个女生，我才怎么能进入决赛呢？在这机会，我想填上身份信息。垃圾！你，请出示你的邀请函。什么 ？No， 被抢了 ，robbery。抢劫？华国人？不是。滚开！连邀请函都没有，还要进入这么神圣的地方，法国人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我没有，是他抢走了我的邀请函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靠抠门拐骗进入第一考场的华国人，连英文都不会，看来没什么实力。难道不会英语就不配学数学了吗？明明是他抢走了我的成绩。你们国家几十年来，别说进入一考场，就是决赛也没有几个。亚明富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上次是你侥幸遇到了会做的，明天我就要让你看看，为什么数学是男人的游戏。妈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再帮帮求你们，我给你们磕头了。你别多想，我只是担心自己给的太少了，怕大家笑话。毕竟我可是中专一哥。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感动成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把出国找妈妈的机会让给你了。你决赛要是敢跟我输，以后
后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妈，为什么？就差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小迷，楚老师，他们不仅拿走了我的奖金，还抢走了我的邀请函，我没办法参加考试了。这群混账！给你发消息你没回，我就猜到出事儿了，特意让王老师去帮我，还是没赶上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，是我。今天的告别时间即将截止，请注意激活，过时不候，快！楚老师，你先进去吧，要不然等明天人多了就麻烦了。小何啊，是妈妈耽误了你，都怪妈妈当老师把身体熬坏，害你到中专去教数学。我知道我的身体不行了，不用再为我费心费力到美国治病了，去追求你的梦想吧，传个名次给妈妈看看，为国争光。妈，我想你比我更适合，也更需要这个比赛，所以去吧，去追求梦想吧。楚老师，真是。我想明白了，我妈妈想看到的，并不是我拿奖，而是想弥补我放弃继续深造数学的遗憾。但是，我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，没你们年轻人脑子转得快。而且，如果是我妈妈，她也会这么做。我相信你能成为决赛成绩有史以来没有中专生的传说，为国争光。所以江妮同学，带着我这份希望坚持下去，未来是属于你的。啊！我身上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，我也要好好休息。这不是刚才那个什么中专生？这可是决赛，怎么能让一个中专生来玷污？怎么进来的？江妮，这决赛保安系统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学渣也能进来？简直是对数学殿堂的侮辱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，我就是怎么进来的，只不过区别是，你是靠抢，我是靠光明正大的。你微分几何和非欧几何，江妮，我知道你们中专不学习英语，你要是想装的话，可就拿错书了。初开支是数学界最深奥的分支，你认识上面的字吗？我建议你还是从初级的 ABC 学起。欧几里得的第5公式性质复杂，且有29个定理，因此很多人质疑第5公式的公理地位。欧式几何和非欧几何在大量几何系统中并不常见，
因此对于数学界研究价值并不大。江天，你连这些都不知道，就敢说非欧几何是数学界最深奥的分支？你怕是只知道这几个英文，连非欧几何的发展都不知道吧 ？Oh my god！ 他真的懂非欧几何？难道华国的中专生是中级专家的意思？非欧几何我了解过一次，非常深奥，他连这都懂，真是东亚病夫吗？江妮，决赛可不靠这些，也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做出来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江天，明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数学。你抢走我的一切，我将在明天全部拿回来。这可是全世界10大未解数学难题之一，怎么可能有人解得出来？凡是未适宜的声音和动作都视为作弊。黎曼假设是很难，但是试卷是群众加分。黎曼假设只是最后一道题。数学就是要有掌控全局能力和探索精神。适应的同学继续答题。哈勒先生，不必紧张。我们这么多国家代表突然冒昧前来参观决赛，并让你们将黎曼假设作为压轴题，是为了在民间找到真正的数学天才，为全球的太空探测项目提供人才。可是黎曼假设过于复杂，这些选手都是来自各地的高中生、大学生以及自由选手，没有接触过，这证实黎曼假设虽然可贵，我们的题目难度也不低，只要能拿到第1名。他即使没有算出黎曼假设，我们也可以破格让其加入。据说你们华国这次有2个人进入决赛了，恭喜呀！以前可是连1个都没有呢。我们米国可是有100多位，论概率，可能要失望了。医生说江妮妈妈旧伤未愈，又伤到头部，如果再不唤醒，以后下辈子可能只是植物人了。我们试过很多次，不然还是将江妮叫回来吧。比赛有很多次，可是妈妈只有1个。不行，江妮妈妈晕倒之前说过，无论生死，都不能打扰她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来得及。快看，直播开始了。你看，第1考场的人都写到最后了，唯一的华国选手还没开始动笔，这是打算交白卷吗？海冷先生，把这个女生的监控放大。不写了，我弃权。不写了，我不写了，我放弃。我也不写了。我也不卡了。你们华国有句古话，病急乱投医。这女生在最后1个考场吊车尾的选手，值得你们这么激动吗？什么？你们看，他是在演绎黎曼假设。什么？终于有江妮的镜头了，只是还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江妮怎么还在写呀？我看好多人都已经出考场了。闭嘴！江妮草稿纸都用完了，怎么没人加啊？这群外国人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？还没出来，该不会以为拖得越久就能考得更好？
虽然我这次发挥失常，但赢了一个中专生是绰绰有余。快来看啊！有人解开了黎曼假设，就连全球的专家都来了。听说最后一题就是为天才而设的。江你，这不可能！真的叶算出来了，快专家看一下这叶算的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是错的。他一个学渣。这个黎曼假设很难吗？好像只有江妮一个人做出来了，这是不是代表决赛第一就是江妮了？江妮，黎曼假设推理正确。这位同学前面解答的题目完全正确，是全球竞赛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满分。哇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什么？我真的是满分？何止满分，你还是决赛有史以来第一个华人第一，历届总代表，历届总排名第一。江妮同学，我代表全球太空探索研究基地，邀请你去我们的团队学习。为什么你来代表？江妮，我们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探讨队伍，我代表我们团队诚挚的邀请你参加，待遇非常丰厚。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儿吧，来我们这儿吧，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儿吧，来我们这儿，华国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对，我是在做梦。恭喜来自华国的女生江妮成为冠军，并成为竞赛史上唯一一位历史第一的华人。恭喜她！爸妈、楚老师、马主任，我做到了。全球第一，我没听错吧？做到了，江妮真的做到了。以后谁敢瞧不起我，我就说江妮是我同学，真的太励志了。第一。太棒了，江妮太棒了！秀。